最近啊，又到了咱们官老爷们定期表演的时候了。这回可了不得，要一口气发10万亿的债券来救市。说实话，我都替咱们这些官老爷捏把汗，这招数用了多少次了？每次都说是重磅政策组合拳，结果呢，市场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。咱们来算算这笔账。据路透社爆料，人大下周就要批准增发10万亿的债券了，其中6万亿是特别国债，4万亿是专项债。听着挺吓人是不是？ GDP 的8%呢？但是且慢，让我们先看看地方政府现在的债务情况。财政部的数据显示，到9月底，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已经突破44.74万亿，光是前3季度的利息支出就达到1.04万亿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债务，要知道这帮官老爷们最擅长的就是藏债了。再来看看那些藏在暗处的隐性债务。据21世纪经济报道，2023年末城投公司的有息债务规模大约有48万亿，平均融资成本高达 5.28%。简单算一下，光是这些隐性债务一年就要付2.53万亿的利息，这可真是吓死人不偿命。把显性和隐性债务的利息加在一起，2023年地方政府要支付的利息总额高达 3.80万级，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 11%。穆迪的主权债务评级标准可是说了，这个比例超过 10% 就要降级的。这不，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就突破这个警戒线了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说，没关系啊，不是马上要发10万亿债券就是了吗？且慢，您可别被这个数字给唬住了。这10万亿里面，6万亿是用来给地方政府填窟窿的，4万亿是用来买地和房子的。我问问您，这算是救市吗？这分明就是给烂摊子擦屁股。地方政府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中央政府又来借钱给他们还债，这不就是左手倒右手吗？而且你想啊，地方政府这么多年借钱都干嘛去了？不就是买地盖房子吗？现在又拿4万亿去买地和房子，这不是又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吗？而且最逗的是什么呢？消息说，如果美国明年大选特朗普当选了，这个刺激计划可能还要加码。这不是把中国经济的命运都压在美国大选上了吗？人大的会议都特意延后到和美国大选重合，就是为了看看到底要不要加码。说实话，看到这些数据和政策，我都替这些官老爷们着急。特别是当我看到 A 股最近的表现，天天跌，跌得人心惶惶。10月30日，沪指跌 0.61%， 创业板更是跌了 1.18%。前一天更惨，沪指跌破3300点，跌了 1.08%， 创业板更是暴跌 2.32%。好不容易放出个要发10万亿债券的消息，结果呢 ？A 股照跌不误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已经对这种放水政策彻底失去信心了。法国外贸银行的经济学家说得好，这些政策充其量就是止痛药，根本不是经济的助推器。我看啊，与其整天琢磨怎么发债，还不如想想怎么真正解决问题。斯坦福大学的许成刚教授说得对，要解决问题得从根本上改革。不解决私有财产保护问题，不解决司法独立问题，发再多债也是饮鸩止渴。这不，最近的外资撤离潮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你看看，政府刚放出要发10万亿债券的消息，外资非但没被吸引回来，反而跑得更快了。这些外国人也是有意思，前几年还在那说看好中国市场，深耕中国市场，现在怎么集体往外跑啊？难道他们不相信我们的重磅政策，不看好我们的组合拳？且慢，让我们看看这些洋大人为啥非要跑路。最近几个大公司的财报可是说明了一切。
LVMH 这个奢侈品巨头的数据简直吓人，第三季度在亚洲不含日本的销售额暴跌 16%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前2个季度分别下跌 6% 和 14%， 这跌幅是越来越大呀。您别以为只有卖奢侈品的受影响，就连可口可乐这种日常饮料，今年第3季度营收也下滑了 1%， 净利润更是大跌 7.8%。可口可乐的 CEO 在财报会上说，中国市场充满挑战，这话说得多客气啊。换成我说就是中国市场都快玩不转了。不光是这些消费品企业，制造业的外企也坐不住了。法国的碳石墨制造商 Mersen 都开始关厂了。你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喊着要发展高科技制造业，结果呢？人家外企却在关厂跑路。有意思的是，一边外企在撤离，一边咱们的官老爷还在那儿吹牛皮。央视天天播放什么重磅政策，提振了全球信心，多家外资机构看好中国。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你们说的是哪个平行宇宙的事啊？再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么说。IMF 这次可是把话说得很不客气，直接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，还警告说房地产危机可能会继续恶化。这哪是什么看好中国，这分明就是在给中国经济敲警钟啊！最惨的是什么呢？是咱们的消费市场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前9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.3%， 听着好像还不错是吧？但是经济学家黄大卫的分析可就扎心了，扣除水电煤气这些垄断性收费的增长，实际消费根本就是负增长。我给您掰扯掰扯，这是啥意思？就是说老百姓买东西的钱是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水电费、煤气费这些必须要交的钱却在疯涨。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，老百姓的钱包都被这些垄断企业给掏空了吗？更让人绝望的是工业企业的利润。9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暴跌 27.1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企业赚不到钱了，自然就不敢投资，不敢扩张，不敢招人。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消费就更差，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吗？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没事，不是有外资企业在降价吗？是啊，达能、雀巢这些大公司确实在拼命降价。可是你想想，这些外企为啥要降价？不就是因为卖不动了吗？而且降价了以后呢，利润更薄了，他们自然就更不想在中国投资了。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得好啊，现在这些跨国公司调整在华策略，本质上就是因为在中国赚不到钱了。这些洋大人可不会跟咱们的国企一样躺平内卷，人家要的是回报率，回报率上不去就直接撤。这让我想起最近一个很火的老股民上海爷叔说的话，好不容易来一次大牛市，我劝你把钱赚回来了，马上去销户。这话虽然是说股市的，但何尝不是在说整个中国经济？大家都在观望，都在撤退，就等着找个好时机离场。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负责经济工作的总理这几个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各种救市措施都是其他部门在出台。外媒现在说中国经济问题，矛头直接对准咱们皇上了。这么大的经济危机，连个主动揽锅的都找不到，这经济还能好起来吗？所以啊，与其整天盼着外资回流，等着消费复苏，还不如想想怎么真正解决问题。靠发债、降息这些止痛药已经不管用了，现在需要的是真刀真枪的改革。不过看这架势，估计是等不到改革了，大家且随人去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这次真能救活中国经济吗？欢迎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真相。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